大家好，我是清勇，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玄学风水上的禁忌，有没有用呢？不好说，但是终归是没什么坏处，了解一下也未尝不可。我们废话不说，现在正式开始。先说一个万用法则吧，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远离。不管你是去到任何陌生的地方，买房也好，租房也好，外出也好，旅游也好，住酒店也好，大家还记得美国51区那个探洞失踪的那个主人翁吗？他第一次接近那个洞口的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非常不舒服，但是后来还是耐不住好奇心，还是进去了。结果呢，失踪到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了一个谜了。这是一个真事儿，互联网上是能查到他的记录的。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不要偏偏不信邪。喜欢我的频道的可以点点关注。买房子去看房的时候，如果带着小朋友，特别是非常小的小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会跟着大人很自然的就进到这房子里，而有的房子呢，这小朋友是死活都不进去，就算进去了也是又哭又闹。特别是如果这个房子你去了好几次都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调查一下这个房子。第二，不要随便说不吉利的话，更不要经常去骂人，甚至于去诅咒别人。不管在现实中还是网络上，我们都要相信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主要讲的是你心中所想就会变成现实，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乍一听这是不是妥妥的唯心主义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它确实能对我们的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的聊一聊吸引力法则。语言呢是很有能量的东西，不要给自己制造负能量，切记不要口出恶言。第三，家里最好不要放人形玩偶，不要挂人物的肖像，也不要挂风铃。如果有人形玩偶或者是人物肖像画的呢，最好是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但是最好不要放在卧室里。风铃呢，如果非要挂，最好把铃铛呢取下来，不要叮叮当当的响。平时我们的包包或者是钥匙扣上最好也不要有铃铛。铃铛在宗教里边是法器，它是招魂的。说到声音晚上最好不要吹口哨。最近有一部很火的韩国的恐怖片《破墓》，其中的女主人测试那个婴儿问题的时候，就是用吹口哨的方法。虽然是电影情节但是编剧也不会去瞎编的，它肯定也是有来源的。第四，尽量不要去阴森的地方。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探险，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但现在很少去。我小的时候跟几个朋友上山就遭遇过鬼打墙。这说到古树呢，我在上学的时候，家里门口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需要几个人才能抱过来，至少得有几百年了。有一户人家他的房子大半都在这个树下。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意外摔死了，其他的邻居说那个地方不好，不应该住在树的下面。后来呢，拆迁那棵树也被砍掉了。其实呢，挺可惜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古树名树保护法这类的东西。第五，我以前看评论区有很多人说在晚上听到过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这个千万是不能回答的。如果你应了，就非常容易发生不好的事情。如果呢，大家走夜路害怕的话，可以想一些让自己愤怒的事。虽然说这样很糟心但是这能有效的转移你的注意力。还有就是走夜路比较窄的地方的时候，尽量不要靠着墙边走。中元节的时候，也就是鬼节最好就不要在晚上去外出了。有些事情咱宁可信其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周海媚在节目里就讲过，她从小就有阴阳眼。她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在中元节，她跟她妈妈在外边烧纸的时候，她看见了，但是她妈妈看不见有一个小朋友。还有，如果参加葬礼有瞻仰仪容这个环节的话，大家一定要心怀敬意，不要斜眼去看。
本身呢，这也是对逝者最起码的一个尊重。当然了，拍照拍视频尽量就不要做，看到别人在路边烧纸的时候，也不要去拍照录视频。不管怎么说，逝者为大，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第六，不要去贪小便宜，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平时遇到自己能帮忙的事儿，尽量去帮一下，行善积德必定是有用的。还有，不要去搞那些破坏生态的放生。去寺庙烧香呢，也不用花很多钱去请香，请那些无谓的高香，心到了就好。平时多做好事比什么都强。第七，你可以不信神佛，但是呢，不可以没有敬畏之心，不要去做损害神像、亵渎神灵的事儿，要尊重别人的习俗还有信仰，更不要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同时人要切记不要太贪心。曾经的台大校长李思辰教授在他带领研究团队和信息厂里的师傅对话的时候就说过，对他的学生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不能问有关自己利益的事儿，像彩票的号码股票涨跌的情况这些通通不能问。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咱们外出住酒店的时候尽量不要住在走廊尽头或者是第一间，还有最后一间。进酒店房门的时候最好先门。进去之后把所有的灯都打开，窗帘也打开，门窗打开，通通风。如果镜子正对着床，晚上睡觉的时候用浴巾把镜子蒙上。咱们家里的卧室也尽量不要对着镜子，那样容易影响睡眠。不管是在酒店、在家里、在哪儿睡觉，鞋尖不要对着床。如果你一个人睡一张大床的时候，记着要放一个枕头，而且你睡觉的旁边不要留太大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往中间睡。大家如果独居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养一条狗，狗狗不仅可以作伴，还可以当你的生物报警器。实际上呢，养宠物在家里边也是有一定的风水主张的，特别是在家里养鱼，特别是在家里放鱼缸也是有讲究的，这里就不细聊了风水传承这么多年，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连比尔盖茨盖房子都要找人去看一下风水。英国市政府规划之前呢，都找风水大师去看过。这里国内的一些例子就不方便举，咱就不说了。别的不说，就一些名人政要、商界的大佬，你认为他们这些人的判断力会比普通人差吗？所以咱们平时还是谦虚一些好。苏格拉底就曾说过，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自己知道的越少。言归正传再说说家里摆放植物。家里摆放植物尽量避免蕨类还有藤藤蔓蔓的这些植物。这些植物都属阴，容易招不好的东西。一般家居的植物以阔叶植物为佳，还有来路不明的古董不要往家里搬，特别是镜子最好是别要。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法国就出现了一起杀人魔镜案。一面造于1743年的魔镜，在250年的期间夺走了38条人命。以后这个咱也可以单独做一期节目。大家如果出门旅游，特别是出国旅游的时候，找民宿千万不要找一些特别古老，还有那些国外像有一些整面墙都爬满了植物的房子，也是最好不要选。不少朋友在国外的民宿里遇到过不该遇到的朋友。有时候房东他自己明明都知道，但是你觉得他会告诉你吗？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那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把自己身体弄得健健康康的。健康强壮的身体能避免掉好多不好的东西。还有一点请大家切记不要做亏心事儿，不能干坏事儿，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最后还是那一句话，你可以没有信仰，但是不要没有敬畏之心。